嗨，大家好！雾锁王国自发售以来，目前在 Steam 畅销榜排名仅次于幻兽帕鲁。刚发售时因连线问题导致褒贬不一的 Steam 评价通过开发团队的快速应对，第二天也马上回升到了极度好评。即便在幻兽帕鲁这种几十年一遇的现象级怪物的冲击下，也证明了其优秀的生存建造游戏性，吸引越来越多的玩家进来体验。而我到现在也已经体验有120多个小时了，在这给各位冒险者们也分享一些游玩心得，希望能帮大家少走一些弯路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雾锁王国提供丰富的技能树，其中有一些技能在前期尤为有用，比如近战系推荐点出跳跃攻击，落地时的重击不仅攻击范围广，还会带有击退效果，自身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非常好用，特别是野狼、野猪这些野生动物没法往上攻击，只要一直跳击，它们就基本咬不到你了，所以跳击可谓是攻防一体的好招式，堪比独孤九剑。然后旁边的二段跳也可以顺便点一下。因为在雾锁王国，很多时候你需要往上爬高，所以会显著提高你的探险能力。而且在基地建造的时候预设蓝图中最常用的4公尺墙壁高度，二段跳刚好就可以跳上去，大大方便你的建造过程。此外，技能树还能解锁各种能力，比如提高空中射箭时滞空时间、潜行移动速度等等。大家可以根据需求组建自己的 build。两个神经病。武器方面在前期魔棒的远程攻击比较好用，射速快又是无限弹药，即便是近战系也可以结合使用。但是魔棒的发射轨迹是弧形，所以有一段射程区间是打不到怪的，需要注意。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如果某个怪或 BOSS 实在不好打，那你也可以用魔棒找个高处变成外乡人，这方面娜娜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BOSS 战方面，这只大型沃卡可能是大部分玩家遇到的第一个比较棘手的 BOSS， 不过摸清了套路其实也相当简单。用远程武器在远距离打的话，它必定会向你飞过来，在它有冲锋迹象的时候，迎面加速跑就可以避开它的冲撞范围了。这里的核心就是不要贪刀打完几下就要做好跑的准备，以及不要用翻滚闪避，翻滚距离是躲不过它的冲撞范围的。当然，如果人多的话，就可以搞各种花样了。我们先看看 BOSS 的反应我先看掉下来了，他会怎么样？来喽！帕鲁吗？丢一个球过去试试。老板死了。有的玩家可能在 BOSS 点附近放了灵火方便传送，但是要记得灵火的建制范围覆盖的 BOSS 重生点的话 ，BOSS 是不会重生的。在广阔的雾锁王国开放世界比起毫无章法的随机探索，前期建议优先去做 NPC 发放的任务。这些任务是精心设计过的会让你从低等级区域自然过渡到高等级区域。通过这些任务，你会逐渐提升 NPC 们的制作能力，让你在游戏各阶段及时解锁相应配方，提升你的游戏体验。比如在炼金术师那解锁永恒法术，让法杖的基本攻击不再需要弹药，或解锁木工的法术箱放进里面的资源可以在灵活范围内任何地方全局使用等等免得像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这样后悔。紧接着上面的内容你通过完成任务帮 NPC 们找回的各种专属工具不仅可以用来制作新的设施，还可以直接摆放出来当装饰品使用。比如铁匠要你帮他找来的干锅是用于制作冶炼炉的材料，造了冶炼炉干锅也就消失了，但这时干锅配方已处于解锁状态，你可以再造一个干锅并摆放出来，虽然没有任何功能但可以进一步装饰你的铁匠屋，并作为你游玩历程的一种记录。在野外探险时，在道路上面走会得到一路顺遂的 buff加快你的移动速度，而且顺着道走，在路的尽头一般会遇到城镇废墟等探索点，但沿着道路走就基本上采不到什么资源了，所以可以根据需要合理利用道路。在误区里迷路了也不要慌，优先找道路，沿着道路一般也就能走出误区了。而且到了道路附近还会自动给你亮灯指示方向，这种弱引导设计的相当好。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基地你自己也可以利用地形工具造出道路来，获得移动速度加成，但材料必须使用道路泥块，所以我们用建造工具铺设的地板你再怎么把外观弄得像道路，是没有什么移动方面的加成的。在误区探险时，你会慢慢掉善值，需要去管理，而你会发现有的误区刚一进去善值就会瞬间掉光让你当场暴毙。这种误区在地图上会以红色显示，说明该误区等级比你目前的瘴气抗性高需要你强化灵活，提升你的瘴气抗性方能进入。即便你利用雾锁王国体术世界的特点强行越过了红色误区，你面对的会是比你当前等级高很多的敌人，寸步难行。所以红色误区其实是一种保护你的机制，你还是乖乖的在当前区域收集相关材料，试着强化灵活。当你能够击杀强化灵活所需的 BOSS 的时候，也说明你的实力可以应付红色误区对岸的世界了。
在野外采集到的亚麻等花朵是制作各种物品所需的常用材料。比起直接使用，你还可以通过种植箱把这些花朵转化成更多的小苗，这样就可以进行大量栽培了。玉米、番茄这种吃的也一样。虽然这些东西长出来需要花些时间，但你可以享受惬意的农耕生活和养花体验，修身养性。游戏里各种材料种类非常繁多，有时候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收集到所以见到新的东西可以试着拿镐头挖几下看看，说不定能获得某种高级材料。开远古尖塔的时候需要你在塔里面破解各种机关谜题来开启各种防盗门。如果你实在是懒得去破解你也可以直接来硬的，用炸药或炸药桶直接把门炸开，或者干脆直接在旁边临时盖楼梯，盖得比它还高，直接飞到塔顶也是可以开塔的。而且多人模式只要一个人激活了该塔，剩下全部人都受益。但话说回来有这个功夫去破解机关可能更快。在爬塔过程或探索野外废墟的时候，你会时不时遇到上锁的箱子，所以最好随身携带几个开锁工具。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你自己手工制作的话，造一个开锁工具消耗2个废铁，而找铁匠帮你制作只消耗1个废铁，整整差2倍而且废铁还是前期需求量比较高的资源，所以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至于获取废铁方面，出生点附近有个叫鲁克摩尔的小镇废墟，从长春平原远古尖塔可以快速飞过去，打里面的小怪，砸里面的东西，可以获取不少的废铁。在附近放灵火，重进游戏的话，所有东西又重新刷出来了可以反复刷。在我们的论坛也有很多朋友问琥珀在哪里获取。打开地图，喧嚣森林远古尖塔的左上方有一个乌木之根，斩断它之后旁边就能看到有琥珀矿，发了，全部带回家。这个洞穴其他地方也有琥珀矿脉也可以多找一找。建了宏伟的房子，看到漂亮的风景，你可能有时想拍照留念，这时按 ESC 选关闭抬头显示所有的界面就会被隐藏，能获得更为简洁的截图效果。得益于物品堆叠功能除了用体塑建造以外，你用窗户也可以砌出一面墙的而且还很好看。我们金刀小镇也有很多用窗户造墙或造门的各种应用，到时在金刀小镇展示影片里给大家好好介绍。当然，除了窗户以外，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砌墙，任何东西可以当地板，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想象力了。而且在乌索王国，你拆底下的东西，上面的物体是会原地浮空在那的，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一点发挥创意。不同的建筑材质不仅外观属性不一样，硬度也不一样。有的建筑材质无法用炸弹破坏，所以在多人模式如果你要建一个用于多人活动的场地的时候可以合理运用这一点。建一次性场地的话就无所谓了但建迷宫等这种需要保留的场景可以用高硬度材质去建。在基地挂机离开一会儿一般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基地绿化做得太好，种了很多树，有极小概率会出现蜜蜂群蛰你。就说哪一天当你挂机回来发现你躺倒了并不一定是你的队友干的，凶手也有可能是蜜蜂。不知稻草人有没有防范蜜蜂的效果？接下来讲一下一些多人模式下的一些小提示。在伺服器列表页面可能时不时遇到无法搜索到特定伺服器的问题，这时先检查画面右侧的搜索筛选栏，看是不是哪个选项给勾错了，或者加 Steam 好友，先在伺服器里的人员可以通过 Steam 好友邀请功能把队友邀请过来。还有就是一旦搜到你的目标伺服器了，一定要记得点伺服器名称旁边的星号，把该伺服器添加到收藏，这样它就一直显示在最上方了。前面说到法术箱子里放的物品可以在任何地方全局调用，非常方便。但在多人模式，任何人也都可以全局调用的所以你的私人物品还是应该保管在普通箱子里而且要藏好。游戏里目前没有给箱子上锁这个功能，不知是不是我还没解锁到相关配方。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感觉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后续更新能加上。而且现在多人模式也没法打字聊天，也没有表情动作，所以除非像我们用第三方聊天程式很难进行沟通，这方面也有待改善。之前的测评影片，我给大家展示的是16人连线合作。有的观众朋友觉得单人玩可能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是恰恰相反，乌索王国是单人或者几个人小规模一起游玩的时候最有意思，最能体验好完整游戏内容了。要不然10几个人一拥而上很多配方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唰被其他人解锁。NPC 呢突然出现很多不知哪来的物品，你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会稀里糊涂的错过很多体验。所以进陌生人伺服器的时候，最好不要用你的主角色进去。如果他的游戏进度比你高很多你会被动解锁出很多后期的东西，破坏游戏体验。而16人这种大规模连线更适合大家聚在一起开黑搞各种有趣的活动。因为乌索王国很多物品和机制挺适合办各种欢乐运动会的，所以单人乃至小规模和大规模连线游玩都有各自合适的游玩方式。最后，著名的游戏地图信息网站 MapGenie 也更新了乌索王国的地图，该网站地址我会写在影片资讯栏。
在这里啊，可以任意筛选查看各种洞穴、矿脉、宝箱、笔记等分布。但是对于用这种工具啊，对有些人来讲，比如我，可能会大大减低探索的乐趣和惊喜。所以根据自己喜好啊，谨慎使用。好，以上就是雾锁王国的一些新手提示。跟我上一期发布的测评影片一起看的话啊，应该能规避掉很多前期的挫折，让你的冒险变得更有意思。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啊，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